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的主题是乐观开朗型的5种宠物鸟。我们今天介绍的这5种宠物鸟，我们是根据它们的个性、社交模式，还有习惯以及行为模式来做筛选。我们认为这5种宠物鸟是适合，如果你想要饲养一只宠物鸟，而且你想要在这个宠物鸟上面得到比较多快乐、正向能量的话，那这5种宠物鸟将会比较适合你。但是相对的，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宠物鸟，它的叫声就会相对比较洪亮一些。大家在选择这5种宠物鸟之前，也一定要知道哦。另外，跟各位提一下，鹦鹉小木屋的读书会小木屋书房已经正式上线喽。第1集的内容将要跟大家分享《基因传》这一本书，我们将在15到20分钟的声音里面带你了解基因的秘密，以及这些跟基因有关的历史人物他们之间的故事。有兴趣的观众，我会把相关的资讯放在底下的资讯栏，也可以点进去看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我们今天要为各位带来的第1种宠物鸟是所谓的金太阳。金太阳它一大重点就是它们的叫声其实是相当的大的，尤其是它们在找同伴的时候，如果它这个时候把你把人类当作它自己的同伴，它在找你的时候它的叫声就显得更加洪亮、更加巨大。这种金太阳品种它是来自于南美洲的品种哦。它们身上主要的羽毛为金黄色，但是在它们小时候颜色是比较绿一些的。到1年之后，它们的羽毛就会渐渐的变黄、变亮，变成金黄色的样子，真的蛮像是天上燃烧的那颗火球。这个品种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鸟种，因为这个品种的特性是因为它们的社交性高，它们对人类是非常依赖的，非常非常黏主人。我曾经有一次到故宫南院的时候就曾经看到一位先生，他带着5、6只的金太阳在那边散步，主人骑着脚踏车，而金太阳在天上飞。等到主人要回家的时候，一叫，那些金太阳全部都一起下来，一起回家。那个状况十分的有趣哦。金太阳这个品种，有些人也会给他们一个看门狗的称号，因为他们是蛮会认主人的。有时候在家里看到有陌生人来访的时候，他们就会大声的鸣叫，有时候会呵斥有一些地盘性都是很正常的。而这种个性相当活泼的金太阳鹦鹉，就是我第1个要为各位介绍的鹦鹉种类哦。接下来第2个品种呢，我们要介绍的鹦鹉是所谓的凯克鹦鹉。凯克鹦鹉分为所谓的金头凯克以及黑头凯克。金头凯克有些人也会把它们称为百富凯克，跟黑头凯克比起来价格是比较高的。而它们的价格高低是取决于说它们身上金黄色羽毛的分布大小，而且它们现在的价格甚至跟一只灰鹦鹉差不多哦。但是我个人是觉得黑头凯克跟金头凯克都一样可爱。这种鹦鹉它们主要分布的地点呢是位于亚马逊河流域以及巴西等等地带，一直到厄瓜多东部还有秘鲁一带都是它们的栖息地哦。这种凯克鹦鹉它们一大的特色就是精力非常的旺盛哦，整天都好像充饱电一样，非常非常有活力，随时都好像在等待的主人跟它互动一样。如果同一个笼子里面出现了其他的凯克鹦鹉或者是其他品种鹦鹉的话，它们有时候的互动也是相当有趣的。除了这种兔子跳的可爱模样之外，我曾经也看过凯克鹦鹉像人类跺步一样生气的动作，在家里来回走动，模样真的相当生动有趣。如果想要饲养这种凯克鹦鹉的话，因为它们的精力非常旺盛，所以说给它们的啃咬玩具绝对不能少，而且要时常的做更换，来去排遣它们在笼子里面有时候会感到了一些焦躁感、压抑感。而且这些啃咬玩具更也去满足了它们那种想要啃咬东西的欲望。我们如果在同一个环境里面饲养凯克鹦鹉跟其他的鹦鹉的话，也要特别注意，它们有时候个性比较嗨而且比较有可能玩过头。当他们玩过头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打斗、吵架的行为，更严重一点，可能导致其他鹦鹉的受伤。各位在饲养之前也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哦。第3个我们要介绍的是西密鹦鹉家族。西密鹦鹉家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包含了我们之前宠物鸟图鉴介绍过的彩虹西密鹦鹉，还有体型比较大一点的大黄兜、红鳞西密鹦鹉，以及所谓的红猩猩西密鹦鹉。以上讲到的品种都是非常常见的西密鹦鹉品种。不知道各位观众之前有没有在新闻上面看过，来自木栅动物园的穿山甲馆里面有曾经出现非常稀有的西密鹦鹉哦。这种西密鹦鹉是来自印度热带雨林的红蓝西密鹦鹉，它们一样是西密家族的一员，更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品种哦。回到正题这种西密鹦鹉算是一种非常乐观开朗的品种。之前我去3只小猪休闲农场的时候就有看到那几只西密鹦鹉黏着我不放，模样相当的有趣哦。这种西密鹦鹉它们跟人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只要相信人之后对人类产生依赖感，其实都非常的黏人。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西密鹦鹉跟其他的鹦鹉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它们的饮食通常都是以粉状的食物为主，它们喝的水比较多，而且它们吃进去的纤维质相对于其他鹦鹉会比较少一些，所以说它们的粪便排出来通常也都会比较水比较稀。
那这个时候啊，有些饲主就会觉得照顾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方便。我们要照顾这种新命鹦鹉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就会比较多。这一点你在饲养新命鹦鹉之前，你也一定要知道。再来补充一点这种新命鹦鹉跟其他的鹦鹉比起来叫声比较尖锐，比较刺耳一些。在饲养它们，有些人会选择给它们一些野外的花朵，让它们做营养的补充，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野外的花朵要留意有没有一些农药的喷洒，以免我们原本想要好意给它们提供营养，反而呢造成它们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然如果可以安全的使用这些天然野生的鲜食的话，这样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它们可以在这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去摄取很多平常谷物饲料粉状饲料所摄取不到的一些微量元素，也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让它们在笼养环境里面增加很多变化度，让它们模拟好像在野外觅食的感觉。第4个活泼的鹦鹉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所谓的巴丹鹦鹉。巴丹鹦鹉家族是一种社交性非常高的鸟类，不论是它们与同伴或者是跟人的接触都让人感觉到它们社交能力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们都可以在其中观察到它们有一点傻大姐的个性，是非常非常天真可爱的如果你的梦想是想要饲养一只超活泼的大型鸟，那巴丹鹦鹉将会非常的适合你。雪白的羽毛配上黑而透亮的眼睛，更在它们的心底藏着非常强的音乐性。很多饲养过巴丹鹦鹉的饲主都曾经跟我分享，这种鹦鹉当它们听到一些比较古典安静的音乐，它们的叫声就会比较容易安静下来，而听到很快乐很嗨的歌曲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就跟着音乐大力的甩头，大力的跟着节奏摇摆。但是如果平常他们在跟同伴吵架，或者是在呼唤同伴、呼喊同伴的时候，那个叫声可能就会喊得你的耳膜天崩地裂。这种巴丹鹦鹉像是天使，也像是恶魔，平常非常非常喜欢讨摸摸，有时候也会耍脾气，不爽不开心的时候，甚至会用那些比较大声的声音，或者是很生气的行为来做表达，模样真的非常有趣最后一个要来跟各位介绍乐观开朗型的宠物鸟，是所谓的红尖金刚鹦鹉。这种鹦鹉算是金刚鹦鹉里面体型最小的品种，主要体色为绿色。这种金刚鹦鹉它们的身体是非常强壮的而且它们的个性也十分的活泼，身长大约32.5公分，而寿命的部分差不多20年。近年来因为人工繁殖的关系，这种红尖金刚鹦鹉在市场上也越来越常见，也越来越多人想要饲养这种个性开朗的红尖金刚鹦鹉。从小饲养的红尖金刚鹦鹉是一种非常适合当宠物鸟的动物，它们的食物也包括了所谓的坚果、种子，还有一定要注意给它们提供新鲜的蔬果，让它们做营养的补充。它们在野外甚至会去吃一些农作物所以说在某些地区这种红尖金刚鹦鹉甚至被视为农业的害鸟。由此可知，它们在我们家里的时候也是比较喜欢去啃咬一些东西所以说，如果你想要饲养甚至繁殖的话，它们的笼舍以及它们的巢箱也一定要够坚固。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去给它们提供一些新鲜的树枝做啃咬，它们都是非常喜欢的有些红尖金刚鹦鹉是非常喜欢主人的抚摸，而且它们的个性也十分的黏人，因为它们的智商很高，有时候可能主人疏于陪伴，或者是它们对主人的需求感比较高，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咬毛拔羽的行为。如果要饲养红尖金刚鹦鹉的话，也要特别注意。其实不只是红尖金刚鹦鹉很多鹦鹉都一样，它们看到陌生人的时候有时候会变得比较警戒一点。至于这种红尖金刚鹦鹉，它们一样是具有说话能力，而且算是在这些中小型鹦鹉当中学习能力不错的种类不过如果真的要开始叫起来声音也是相当洪亮的，各位要知道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啦。以上帮各位整理5种乐观开朗型的宠物鸟。如果你在饲养鹦鹉之前是想要选择一个嗨咖来当做你的伙伴，那我以上介绍的这几个品种金太阳、凯克鹦鹉、西密鹦鹉、巴丹鹦鹉、红尖金刚鹦鹉将会为你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欢乐，也会让家里随时充满着欢乐的气氛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不想错过任何跟鹦鹉有关的知识教学的话，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还要开启全部的通知。在鹦鹉小木屋全新的知识影片上线的同时，你就可以接收到第一手的消息此外，鹦鹉小木屋的 IG 以及脸书的粉专都会更新最新的动态与消息。如果你也想要成为鹦鹉小木屋的房客的话，也不要忘记去追踪一下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